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钟郑元畅，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。我今天是要来血耻的，因为看了前面几集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厨艺真的非常的烂。但怎么血耻呢？就是我要邀请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厨艺跟我一样烂，有他的凸显，我的厨艺就不会那么烂了。我们欢迎杨景华。我比他好一点。请问你的厨艺的经验是几年？几年？不是很清楚几乎应该是算没有。几乎算是没有。我就是做一下没做一下，因为我在家里几乎都是只是做最简单的汤类的。然后汤我也会啊，汤不就加个水，然后把该丢的丢进去就好。对，所以应该严格上来讲，今天是我史上第一次自己当主厨做菜。对，所以你在家里是老公在做饭的我老公在做饭。哦。但是我也有了，sorry 碰到，但是我也有，我也有去做汤，然后我老公说赞。那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做的菜呢，是杨景华他特别挑的，因为他说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煮卤肉饭，因为我老公非常爱吃卤肉饭。但我觉得你很有种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卤肉饭虽然不要看卤肉饭，虽然它是一个就是感觉好像是很平民的小吃，还是还是什么很多的餐厅或者很多的小吃摊都有的一道料理。但我有问过别人，虽然我不会煮，但是我就说了一口好菜。卤肉饭这种东西看似简单，但是你要去一家餐厅或者见证一个厨师他的手艺如何，卤肉饭就是功夫菜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正式的为大家来介绍杨景华之卤肉饭。第一个步骤没有定格，没有进广告的。我们到时候会后置，不要尴尬，不用尴尬，真的不用尴尬。红飞红都出来，不用尴尬，我们会后置的。我们的料理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最恨的一个步骤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切肉？不是，是备料。备料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觉得对你太好了吧？对啊。你看他都帮你这样准备一包一包的，而且都有写好名字，不然我会以为它是花椒。结果不是，它是白胡椒。不好意思，我才叫花椒。它叫茴香。对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？因为就是怕吓到你这个节目。你有看过我之前徐伟宁来那一集吗？有。他是会做菜，他已经跟我不联络了，我们已经绝交了。真的。应该的。他可能我把他弄疯了。我先来为你讲解第一个步骤。好。要自制卤包。好，卤包在这里，那没有东西啊。它就是又要放进去的。对，先放全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他都帮你量好了，有点像制作香包。可是它为什么有2个？他让你选，谁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好。好失败。这么简单还会失败的话，那你真的跟我有得比哦。我真的再失败，我就不信了。不要，景华不要说。我说包卤包。包卤包。白胡椒。好，毕业了，白胡椒。这是啥？茴香。茴香，我还真不知道闽南语怎么讲茴香这个是5克，对不对？茴香的闽南语茴香茴香是不是啊？应该是。再来花椒怎么讲？茴椒。那请问跟茴香有什么差别？茴椒跟茴香是有什么差别？茴香跟茴椒。那辣椒怎么讲？辣椒。你不要乱讲，你不要乱讲，我很害怕。我没有要讲那个。辣椒啊。不是。辣椒。辣椒。你不要乱讲话，我们这是合家观赏的节目，你这样会害我的影片被贴黄标。不会。我先来查一下辣椒的闽南语怎么说。被告。
八角。被告。哎，技能三四五六七八，对没？包好了，全都放进去了。对，我要把它绑起来。是。要怎么绑？就绑蝴蝶结的意思。这里没有另外一只可以绑啊。哎，这只可以拆开来吗？天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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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要到时候不要撸一撸，然后它就散出来。不会吧？你就把它打个死结就好了。打个死结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我从小的劳作都没有。辣椒酱。辣椒？不是，蛤蟆姜。蛤蟆姜？真的吗？辣椒。闽南其实因为闽南语它有分地域性，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这种说法会不太一样。没关系，我再查另外一个。好，我不知道我这样绑对不对，应该是可以吧。番辣椒。哦，番辣椒就有点像。来，这是网络告诉我的哦。好。番辣椒。番姜这是什么？它就是什么姜仔之类的，姜就是姜的意思，然后它番姜啊就是有它的姜就是姜，可是刚刚是辣椒。对啊。花椒。这是好多种说法。哦，好，我包好了。辣椒。这是有的。这是对的，有听过辣椒。好，接下来你的卤包做完了以后，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要将五花肉切成条状，因为毕竟这是要给你老公吃的，你不想要谋害亲夫的话，你就最好就是把手洗干净，不要加入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哦，所以想谋害就这么简单就好了。你想要谋害的话，就不要洗手，真的，让它落腮。哇，这个肉很美哦。对。五花肉切成条状，需要主厨，请问需要帮你准备砧板跟刀子吗？要。我真还不知道肉怎么切。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的智慧。切条状，天哪，条状。请问你要用哪一把？我不知道切肉是哪一把，因为上次我看你那个第一集的时候，我还真不知道是用哪一把。没关系，你都试试看嘛。好。天哪！条状。不要慌张，我第一次在切东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慌张。条状，我应该要对切吗？我应该是要对切吧。条状是这样子哎，可是它太长啦。我应该对切吧？可以吗？你上网查一下。你查一下。条状不是啊。条状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就用我们正常的逻辑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啊。那这样子太长啦。很棒哎，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哎，这个就是条状啊。来，有一条了，再来第二条。可是这个没有带皮耶。哦，这个只有这个带皮哈。哎呦，这怎么切啊？可以耶。所以这是切肉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吧？还是你可以让我切切看？来。你知道那个菜市场不是那个卖猪肉的都会用剁的吗？你杀！好像不是用这个，你切吧，我帮你有刻痕了，你就放这里。哎呦，你都是用剁的哦。我只是想要就是，你知道我们当演员，我们就是想要哪一天如果我们接到那种菜市啊。卖猪，卖猪肉，迪霸龙啊，那种的。所以你要先实习一下这样子。对，肉饭当个猪肉饭。哦，哎，这不太厚啊？应该可以吧？
好，我再切小块。反正是给你老公吃的，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吃到那种卤肉饭啊，都是那种碎肉很碎，一点口感都没有，一点嚼劲都没有。我们自己做，你要做给你老公吃，你就要让他就是满满的猪肉。这大小也太不一了吧！我再来一次。哦，这好难切啊。但我觉得你的肥肉跟瘦肉要共存吗？要共存的，我觉得要共存，对，这样应该煮起来会比较好吃。你有剪刀吗？有肥有。哎，哇，其实很难切。啊！你确定要用剪刀？剪刀不好剪。为了加快速度，我还想回家吃饭啊！你不要耽误我下班时间哦。我耽误你。哎，你小心，我很怕你手切到。我自己也很害怕。啊！你不觉得用剪的比较快吗？对了，但是用剪我觉得有点那个，我刚刚剪是因为太大了，我不好切。我先把这骨头剪掉。这个，等一下啊，我害怕推开。骨头你要卤进去，我觉得就是让不要浪费，有那个味道啊。哎，对哦，猪骨是可以熬汤的。对啊。这怎么切条状？这个要好好的。你要不要那个？哪个？上网看一下。不用啊，这就是条状啊。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食谱有时候都是他们会留一手。徐伟宁说的。我知道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主观意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，我们要有自我意识，我们不能盲从那些网络上找的资讯。你这样讲的，我好想喝一杯酒哦。你好像开导哦。说到，我酒还没有那么快要拿出来。真的吗？你要什么时候？天哪，我的老公好可怜杨启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洗手了哦，我的手现在是干净的，我再也不要碰任何的食物了。但我可以负责帮你开酒、倒酒。哦，那可以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清酒。真假的？当然是假的哦，这个是我们待会要用，这个是待会要做卤肉饭要用到的。为什么？漂亮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这位女士真的还好哎。漂亮。哪里漂亮了？你看你这个跟我的比。漂亮。没关系，反正你老公应该也不知道哪几条是你切，哪几条是我切。反正你就切的不够好看的就推给我，然后觉得他说老婆这一条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条状，切的真好，你就说那是你切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反正我们就互相掩护对方。对，我快切完了。加油！啊！奇怪，为什么大家切猪肉都切那么那个啊？快完了。我觉得我再3刀就好了。赶快切，我要开酒。可以，还要腌是不是？你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。它接下来第3个步骤呢，就是蒜头剥皮备用。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法国的红酒。法国的红酒。噔噔噔，波尔多。听说你跟维尼那一集，我那一集真的是喝太多了，喝太多了，真的喝太多。对，因为就是那时候伟宁，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伟宁他会带1瓶香槟来，所以那一天其实我本来就是其实我自己的量也大概只有1瓶，就2个人喝1瓶。对，但他自由带。那一天我们就是2个人喝了1瓶香槟，又1瓶红酒，就大混酒。所以到最后，其实你知道我们口齿已经不清，已经非常不清了。我知道啊。而且其实我们剪掉很多，因为有很多就是可能连网络 YouTube 这个平台都会就禁止我们播出，就是有限制就对了。就是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们2个不会做的，我就是。怎样？没事，你继续弄你的肉。坏掉了。没事。
骨头应该是可以放进里面的吧？哎，它碎了。卡掉，不可以质疑我的专业。骨头应该要把它。骨头照理说，好了，我把它炖进去了，二话不说了，管它的。就这样，好了。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大蒜是不是？对，剥皮。剥皮备用，已经剥好了。它剥好了。对啊。太过分了吧？为什么我之前的大蒜都没有剥？不知道哎。看一下哦，大蒜啊，备用剥好嘞，真的。那需要把它拍打吗？它上面没有说的话就不用。它应该是。你不是说他们都会留一手？通常都不会留这一手。不会留这一种，不会留这一种。不会留。好哦。但是现在要开始用锅子哎。对啊。要开始煮了，好快哦。好，快进入正题，我先把这个后面放一边。锅子这不是开红酒的吧？怎么会这样？被我搞砸了耶！没关系，整个碎掉了耶。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救起来？基本上碎了就完蛋了。那就往下通啊。对，只能这样。碎了。碎了一地。真的碎了耶。对啊。碎到彻底。好，这就是上天让我们不要喝酒，我们就不要喝酒。对，不专业的那个开酒。好，再来这个呢，就叫点肉、边肉、微肉。这个字怎么念？一个火在一个边肉吧。边肉。好。那锅子在哪？要用炒锅。炒锅锅子。要润锅而已，避免空烧。将猪肉放进锅里面煎出焦。锅子在哪？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有戴眼镜来吗？哦。噔噔噔噔。请问你是瞎了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一直往下看。哦，炒锅都可以啦。应该是都可以。都可以吗？我先帮你开火。这比较重，这个好。好，火已经开了。哦，开啦。那等锅子热了之后，加点油，再把猪肉放进去。锅中的煎出焦香。可以加橄榄油吧？对，应该可以吧？哎，他说热了再加，你还没热你就加。它还没热哎。这真的是烫的。我知道，但它还没热。他说热的时候再加。好。哎呦，我也等下再加。他说要加一点点，然后只是他要润锅而已哦。是用这个吧？都可以。都可以吗？不是用这个吗？没有酒了啦。这是用甜点吗？你就往下啊。往下嘟吗？对啊，你就真的把它往下嘟了啦。反正这边有绿。但它也不够碎。你自己慢慢来啊。对，你帮我开一下那个。对啊。我记得是这样开没错啊。这样，对啊，拉开。哦，要到焦香，然后将点肉切成块。这样。还是我弄错了啦。它应该是这样，转进去，转进去，拉起来。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还可能要再加点油，我觉得。他说一点点润锅而已，因为你的猪肉下去炒的时候，那个猪油自己会被逼出来。哇塞！这就是跟你煮培根的道理是一样，培根是油嘛，所以它下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不用加太多的油，对，它自己会有本身肉的油。对，尤其是猪油，可是这样应该够吧？够啦，随便啦。
我应该可以下去了。这是算中火吗？这是大火，所以它是要中火吗？没有，他没讲。它只是先点肉的动作很重要，要确实点的够不够，无法产生美的焦香。点肉要将，焦香一直是大火，可以翻炒哦，逼出食材的水分或油脂。我下去了。下。哦。你刚有归零吗？我归零怎么归？哎，你确定你要喝酒吗？我觉得你现在已经那么强了，你待会喝酒会不会更强？你把它放到乳包里面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他没有放，他没有。丢高哦！你在干嘛？好啊，你放到的时候你跟我通知一声好不好？对啊。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？什么味道？烧焦味。